Yo，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H， 我是阿豪 ATH。今天要来带你们看的车呢 ，Malaysia 没有卖，非常可惜。除非有 Recon 车行把这辆车带进来 ，Malaysia 卖到 GK5 就已经断掉，不会再继续卖的车款 Honda Jazz 在新加坡有开卖哦。这是一个全新大改款的 Honda Jazz， 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Honda Jazz GK5 过后的车款。来到这边一定要拍一下给大家看。这一辆 Honda Jazz 的外形啊，相信很多人可能会看不习惯，会觉得不能接受。它从 GK5 那么有煞气的外表变成那么小可爱，这个我个人刚开始看到照片也是觉得怪怪啦。可是看到实际的真车过后，我觉得OK 啊，这辆车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它用上了1500cc EHEV 的这个引擎哦，跟马来西亚 Honda City RS 还有 Honda HR-V RS 是同样的这个动力总成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这一台 Honda Jazz 跟我们马来西亚现在的最后一代 Honda Jazz 有什么样差别啦 ？Let's go！OK， 我觉得这一次的最新大改款 Honda Jazz， 它有一点点变回以前第一代的 Honda Jazz 那样，这个车头灯哦是有点凸起来的，可爱这样子。比起 GK5 的先尖的车头灯呢，是变得更加圆润、更加可爱。里面有一个 LED 的 DRL， 还有 Projector LED Headlamp。Bumper 方面非常的简单干净哦，没有一大堆的线条。下面有一个 Fog Lamp 也是 LED 的，然后它的前方侦测雷达是藏在下面的这个位置所以就不太明显，不会有一颗一颗圆圆在 bumper 上面出现啦。然后它的车标呢是有蓝色的框框代表它是一台 hybrid 车型。我们来到车身侧面可以看到它的 side mirror 上面是一个雾银色的 design， 下面一样没有360的 camera。Sport rim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多 tone 的 design， 尺寸是185/55R16。新加坡这边用的轮胎是 Yokohama Blue Earth， 可惜马来西亚不会开卖，不然我们就可以看看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用的轮胎有什么差别了啦。OK， 我们现在进来这一台车里面，这一次的里面呢 ，dashboard 是一个全新的 redesign，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然后尤其这一次的 steering wheel 是一个双幅式的方向盘我个人觉得 design 看起来还算不错的，整个感觉非常的空旷，非常的舒服当然有一个传统的排挡杆，它没有换成旋钮式还是什么啦。毕竟它不是 EV 嘛，它只是一个 EHEV 至于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EHEV 的朋友呢，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看回去之前我拍的 Honda City Hybrid 的影片。Dashboard 方面呢，最上方全部是 hard plastic。Passenger side 这边是有一些软材质的 material， 然后有一个蛮大的荧幕，它的这个中控台这边的冷气旋钮跟 Honda City 还有 Honda Civic 是非常的像手感也是非常的好。然后有一个真正可以靠手的 armrest， 我觉得这一个 dashboard design 就很有 K car 的 feeling， 很平整，很简单，很矮，视野非常的好。这一辆车的视野真的是 win 到没有朋友现在我们来讲回这一辆车的 interior， 它的门板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， 硬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软材质的皮革包覆，然后颜色方面非常的单调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是黑黑的一坨，没有什么层次感。当然门把手方面是一个雾银色的 design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座表现。后座一向来是 Honda Jazz 的招牌菜光线可能有点暗非常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后座的乘坐表现是非常的 good job， 坐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当然它也有让 Honda 引以为傲的这个椅子可以这样翻上来，每一代 Honda Jazz 都有。现在马来西亚卖着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也具备了这个把椅子翻上来的功能。假如你要载一些比较高的东西，好像盆栽啦、圣诞树啦、轿车啦，都可以把后座椅子翻上来，就可以载了，非常的 good job。我觉得这一点功能真的很赞，真的很好。然后如果放下来的话呢，椅子下方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放女生的鞋
啊、包包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要以为放包包、放鞋类的东西不是什么好料。当你车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，可能你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。可是如果你的车一旦有这项功能，下面可以放包包、可以放鞋子的话，我相信你就会非常依赖这些功能了啦。好，当然后座一样是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 ，Honda City 跟 Honda City Hatchback RS 都有后座冷气出风口 ，Honda Jazz 没有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面哦，这个尾灯呢，从原本的 GK5 Design 哦，就是从上面延伸到下方，变成了左右这样子。远看它有一点点像缩短了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尾灯 Design。审美方面还是各花入各眼啊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GK Honda Jazz 的 Design， 这个全新 Design 看起来就有一点点的怪怪啦。如果拿这一台车跟 Honda City Hatchback 做比较的话，我个人在外观方面会比较喜欢 Honda City Hatchback。尾箱方面打开的方式是有一个电磁阀，然后它有2根这个液压顶杆把它顶起来，并没有自动尾门的功能。然后尾箱空间也是不错的，虽然讲不是非常的大，但是它的开口真的很大，而且很低哦。要拿一些重物上去的话，非常的简单啊。当然打开来没有电动，关起来也不会有电动啦，就是要用手动的方式把它关起来。当然这一次的整个车身侧面呢，有些人看了会觉得有一点怪怪啊。其实我也是觉得有一点怪怪啦，我不知道要怎样形容那个感觉啦。可能你们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，让我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子的design好不好看？你们比较喜欢我们目前马来西亚卖着的 Honda City Hatchback， 或者已经停售了的 Honda GK， 还是这一个新加坡版本的全新大改款 Honda Jazz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，我们一起做讨论哦。你问我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马来西亚卖着的版本啦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太过少见了，这样突然间看到一下，觉得有一点点不能接受它的design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前面的 front grille， 这个肿出来的地方，我觉得太大面积了，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又太小了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没有历代的 Honda Jazz 来的好看啦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一台 Honda Jazz 的 Passenger， 我们来做看 Passenger side 哦。当然内装呢，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很加分哦，就是在冷气出风口这边有一个洞洞，可以放杯，可以放汽水罐，所以冷气吹出来的冷风可以直接吹到你的杯子啊，吹到你的汽水罐啊，这样喝那个水的时候就凉凉这样啦，感觉很好啊。但是有洞洞又有另外一个隐患了，就是清理的时候就比较麻烦，需要用到吸尘机来清理啦。然后可以打开一个完全没有缓冲，直接掉下来的 drawer。我比较喜欢的是打开的时候会有慢慢降下来有缓冲功能的 drawer 啦。如果像这一种类型呢，感觉就很低吧啦，就没有那么贵的感觉，就会比较便宜车的感觉啦。然后这一台车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大个的这个 A 柱三角镜，这一辆车的死角真的非常的少。不要讲这一款我们讲历代的 Honda Jazz， 它的死角都非常的少，驾起来在城市穿梭真的非常方便当然这一台车呢，跟它的竞争对手比起来，比较输血的地方就是它没有360度的全景环绕影像啦。然后 Passenger side 这边呢，我们蹲下来看，也是没有 camera， 有一点奇怪。来到新加坡的 EHEV 版本呢，竟然没有 Land Watch 像我看了一些泰国的车展新加坡的车展还有去了台湾，看到台湾的一些车，马来西亚的车商车企，每一台车的配置都给到非常的好，而且价钱还很便宜，所以在马来西亚买车、用车、玩车、赛车都是非常的 good job。我替国外的朋友们羡慕一下我们自己啦。好，大家喜不喜欢我身后这一台 Honda Jazz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哦。当然记得也要一直关注我的频道，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关于新加坡国际车展的内容。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，当然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一定要跟它镀下去。如果没有镀小铃铛的话，我出新影片你不知道，你就会 miss 掉了。就好像很多人连我的车换颜色了都还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啦。好，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关于新车、旧车、recon 车还有赛车的 content 给大家。接下来还会拍 motor content， 除了那辆 Kawasaki ER6N， 可以推荐我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摩托，在影片下方打上来啦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。Goodbye。